李传良先生你好啊，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你哈，然后感谢你专门在纽约我们做这个访问。首先我想先让您跟很多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最近其实你是中国媒体上的这个热点人物。不过可能像这样，就是你自己完整的讲一下你自己是谁，然后你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你先讲一下吧。谢谢，你好，大家好。确实一言难尽呐。我也没有这种各种思想的准备，没想到怎么突然就被媒体炒得这么热，因为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在问我，还像有些很多人说的，怎么一下子你就被审判了，媒体审判了，所以我在我的头脑当中呢，对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到很突然，哎呀，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说说心里话，所以先从你人生开始讲吧，就是你讲一下您的出生，你好像就是黑龙江，就是鸡西市人是吧？对对对，您整个讲一下。好，我呢1963年生人，今年60岁了，哎呀，60岁都说这个60啊，这个人生，中国人说60大寿，我也没有这个感觉了。说60岁呢，我确实，一进入今年我就思考，这人生是怎么过来的？我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我父亲是个矿工，而且是残疾，矿工又残疾呢，应该说在矿上呢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他不像煤矿工人呢，可能如果你还身体还好，就能多挣一些钱，所以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家庭长大呢，我自己感觉呢，反正家庭也很，应该也很贫苦，但是感觉呢靠双手劳动呢，也很踏实。为什么这么说？你像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有感觉，我们同学呢，我们的同桌同学有一位男同学，他有几位姐姐，总给他邮一些零花钱啊，邮毛衣毛裤啊，哎，我就很感动，我就说，哎，但是我父母呢，争取是1学期能邮点咸菜炒肉啊什么的呀，基本就这一类。所以我解释这段过程，就我很珍惜。你说你父亲是矿工，具体是在哪里做矿工？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的迪道煤矿，因为他腿是瘸的，是天生的还是事故？是后来造成的，天生不是，后来造成的，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那个煤矿分井上嘛，分井上就干点辅助工，辅助工就比较挣的就要少一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想想我这就是当时就想，一定要认真考学，认真学习，也不懂，也没有什么谁说一个考什么大学，考什么，所以我当时就很艰难的考了个中专。网上也有人说你是清华的学霸，也有人质疑说你就是个中专，所以当时这个读书这块是怎么回事？然后你怎么一毕业就进了？是这样，因为好像我们那个矿山那边住房子吧，都是一趟一趟的，那都是一趟一趟的公房嘛，大家我很怀念那个时代，春夏秋冬我印象最深，我们都上山，大家都不知道说春夏秋冬都可以上山，夏天都是跟着我妈去采野菜去，那冬天呢，就那种北方的叫达达香那种花，采在家里生上。家里还有那么一丝的过年的那个状态春天开始什么春天木耳啊，秋天木耳就开始都有了。春天各种我们叫什么曲芽菜呀、苦菜呀所以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个大家能考上学就很不错了不管什么就去学，凡是我认为我没有什么，我就一直因为我也很笨，也不聪明，所以我们同学呢，反正大部分吧也都。我记得我们班好像就有一个考上大学本科的，我们都羡慕。这大部分也都有几个专科，大部分都考上中专了。可能我们的矿教育水平也就这样。我就考到当时绥化的那个叫供销学校学的财务然后毕业以后呢，可能赶得也挺巧，就是分配呢，那时候可能那个时机财务人员缺。哪年毕业的？我是1981
83年，83年，1983年，就大部分都分到这些财政啊、税务啊，就跟财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就分到，都回家嘛，我就分到绩溪财政局，就在绩溪财政局一直去工作。也就是正常的分配，并不是什么家里就给你安排到。没有，我们同学分配的也都挺好，大部分都是这些需要。那财务部门那时候就审计、税务、财政，还有银行，那可能分的也都挺好。大致就这样。但是可能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说谁说什么，我自我感觉，就这个学习就没停。可能这我自己总结，跟我后来这些人生的就在体制内的成长，后来我想有关系。尤其原来没有太时间的去多想它，那咱没有任何说什么叫资本啊，没有任何亲属，我家也没有什么亲属属于当官的，也没有什么亲属朋友都没有，那自己就是认真去学习呗啊，只有这样。所以我自己感觉的这个矿工出身，无像我这样很多啊，我们很多人我知道农民啊、矿工出来只有一条，就是那时候考学一旦出来了就可以，不像现在什么考公务员就可以分配到，如果党政机关好企业，哎，那不就家庭多好了。我第一个月我记得分配挣了38块钱，当时我想，哎呀，一定快点给我老妈，我可挣钱了啊！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嘛。所以您问到我学习，可能我这个人，大部分可能跟我人也很多也一样，但我感觉我挺愿意学习，一直在学，就想中专不行啊，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就是那时候也讲学历，确实也讲，另一个我总感觉到我这中专学的太少了，但那时候就叫业余学、兼职学，不能离开工作呀，所以上函授学大专，后来上那种它叫半脱产，就是你像我后来读黑龙江商学院的本科，我都读的是5年，这时间太长了。就是那叫什么函授啊，类似函授，其他学生就放假，我们利用教室再去，每年2个学期，学了5年，然后后来就一直就想往下，这学也没什么原因，可能学习的人也不感觉得太累，那还得读研究生啊，这本科毕业了，后来就一系的这么读。学习就这么下来了。这个期间，我自我感觉我挺充实啊，包括那个愿意写书、研究事情。后来看来，我自己先看，我也有机会告诫我的孩子，甚至有些晚辈的亲属，他们以为可能就老人的劝阻，说一定要学，因为我自己这么感受到了，研究事情、写论文、写书，写了很多。听说可能出的事情都被没了，就愿意啊！我发表很多论文，写很多书，写很多哪方面的写书啊？大部分都是跟经济、财政，可能跟我本行有关系的，就我能接触到的啊。最明显，我后来又考这个职称，因为作为财务人士，一定得考职称。我自己考的啊，注册审计师、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什么意思？注册会计师 CPA 那个国内知道很难考。大家以为说你在财政部门工作是不是有权利？我自己知道你用不上，那是国家像高考似的。我说一个事实，大家就知道了。5年注册会在中国是5科，1年可以过1科，过了5年以后5科都过，拿到5个单科合格证。什么会计、审计、税法什么，然后换一个全科合格证，你就可以执业了。我考6年，为什么6年呢？就是工作忙的5年，今年过了第6年，那科作废了，啊，重考啊。我就解释这个过程。你问了我学习，那清华是怎么进去的？因为有人说，哎呀，一个官员上清华买的。啊，不，清华是这样，应该说，如果考清华研究生。我那个华中科大我也试验考过，确实挺难了。就是来这个机会，就是 EMBA 嘛，啊，他也是那种，学历肯定生效，他可能对的是这些有些企业家能出学费的
啊。我这个学费我得声明，它确实是组织出的，它允许我考。多少钱？当时好像20多万，你看很多人上学。哪年的事儿那是？2002年我记得。20多万的 EMBA 的，就清华的 EMBA 的学费。清华 EMBA， 对对对，然后他就下来了。当时我们那里有很多政府的，我算就是一个部门的。我当时我就是已经上到一个国有企业了啊。当时很多部门，我记得还有区委书记呢，还有那些部级的，可能国家肯定是允许这个去学啊。我也很向往啊，所以去了。他也经过考核，但他那个考试就简单了，这么上的，实话就这么上的 EMBA 嘛。清华经管学院，清华经管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这个学费是谁出的？您刚才说学费当时就因为我已经担任这个企业的职务了啊，他就是这个企业给报销给我出的，就是在这个国企出的，对对对，所以你是正经去上过清华的 EMBA 的，对对对对对。那你在你这个求学，先说完早几年吧，就你从你入行的时候，你当时想的，你的目标是什么？是你的职业规划，你的职业目标，或者说你当时对这个体制的认知是什么？你说刚一入行，对，就去财政局做一个科员的时候。哎呀，你要这么问我，想想这么多年的工作，我感觉我自己没有选择。你要一说这，我想起一个事情，我当时挺意外，因为毕竟是男生嘛。我学的会计，我记得当时是一位老人家的亲属问我，他说这男生怎么做财务做会计呢？笑话，就好像会计就是女生做的，我还不懂。我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财政部门呢，它跟财务有关系，都同事的。大部分都是学财务、学会计，他是这个数字的嘛他是很专业、很技术的，所以我解释就这个好像没有选择，我没太想过我未来没有自己的规划，就是应该说都是正常组织分配去了，那我就要认真在那工作，给我一个岗位，领导交代啥不懂学学完了再研究，尽量把任务都完成。我想大量的工作都是这个责任驱使的，快速完成好一些，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对于职业，后来你说什么当局长、当官、当什么市长，我实打实的说，别人可能不相信确实有的人不一样。这同学说你得走路的呢，我自己认为，你要说一点不想当官也不现实，看着当官挺好，但我要是自我评价一下的。80%没想说为了那个官而去努力什么，应该80%就把工作干好这么一说的好像就是你一直都是在专注做业务是吗？对，我对业务是很感兴趣，而且我这个业务，我自己业务除过这个关于绩效导向型的书但我挺喜欢，后来越做越喜欢它，越做越懂了。你们这个财务这个系统，怎么评价一个公务员他做得好？就比如说吧，我看了一下你简历，你好像做了几年科员就变副科长了，然后又做了几年副科长就变科长了。那在这个升迁的过程中，就在这个往上升的过程中，你要考虑的是什么？是你的领导对你的评价重要吗？还是你每天要专注做的是工作？就你说这个副科长科长这一段有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这一段我自己总结，我未来经常会有这一段的显现，很有意思。你看我几年，我说个结果当时我提为副科长前，我们财政局在市政府大楼里头就很轰动，有好几个人说：“哎呀，财政局那个李传良工资连涨3级。”当时我还有点糊涂，我说我怎么叫连涨3级？怎么回事呢？后来一问就是。因为我参加工作第1年工资很低，38块钱，然后第2年转正以后，应该第2年不到第3年才涨到好像43，但是呢，你说对了我不知道研究这么细，一下提到副科级，它是职务工资一下涨70多到40多，好像是连涨3级工资。这表面看是个工资，我当然很高兴，
那这实际刚才您说的一个实质问题，你这怎么一个科员什么官，你怎么提起来？这就有一个小故事了。我记得当时呢，我一去参加那个财政局的工作，叫专管员，那可能内部人都懂，就是呢，财政局分若干科室，我那叫工业财务科，就是跟企业打交道啊。那时候计划经济很浓。企业财务管理啊，上缴利润呐，核算这个东西啊，统计报表啊，我天天往企业跑，哎呀，也学东西，也看东西，我自己没感觉到我有成绩，但是确实是呢，我跟着师傅带一带，我就会了，然后他们教我的事情就多，我印象最深，好像就这2、3年，他这么一个科室，我记得好像12个人。就有一个女大姐呢，做叫综合员，就汇总大家的工作报表往上报。我记得没有2年，她就跟那个科长说，就把我调到这，让跟着他干。反正我知道那个岗位学习更多，就12人的工作，都要了解，都要学习，叫综合嘛，有点就集中了，但也是个普通科员。那就说明呢。我自己感觉他认可我这些学习这些过程和我熟练的掌握业务了和了解，因为报表我记得那个每综合报表那个数啊，横打竖磕，有的就差1元，数字嘛不平，哎呦我都找1天1宿找不到怎么汇总不平的呀。反正我自己认为这么做是对的，我也没感觉到累。为啥解释这一段呢？然后老科长就退休。退休了，好像有3、4个月没有科长了，就有另一位同事年龄很大，他应该是个学美术的，就代理负责人，啊，我们很尊敬他，老大哥嘛，也就大家都知道，这应该就是我们未来的科长了。那你说这个过程呢？但是后来组织考核，我真不，这件事得说，真实的原因，考核完任命。因为只能先科员当副科长嘛，任命我副科长，变成领导他了。我当时就是很意外，很意外。他当时就问我，他年龄很大了，你找什么关系上来了？我也想问你，你有关系吗？给我一下子吧，我这人还挺我挺认真，我不太会开玩笑。我当时说我挺较真，我说我找什么人了？我说我还紧的，我就怕他误解。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认为就是你呀，他为啥让我呢？你那时候是党员吗？就组织上，你刚才提到组织上，是的。啥时候入的党？应该参加工作以后，就这3年吧。啊，对，这还有那个时候入党，这叫提干，这俩哈，这入党不是你，当然大脑先进思想，那我忘了哈有没有？就是说你一定要表现优秀。你得凭什么每年的优秀你才能入党？这肯定是我那年入党呢，对我就是很大的，我认为算是奖励和认可了。应该是先入党后提干，就这么过程。所以为啥要解释这个？那后来的副科长到科长，那就是工作的职责排序了，年限了啊。所以这一段我一定为啥要解释？你看你问到了，我就想起这个事情了。但后来的每一步，我都感觉的。我不是说拿学习拿什么业务自己去争什么，反正我就这个人可能也改不掉，一直这么做下去。我认为后来每一步都跟我这些业务，咱说一点便大理解的，比较熟悉比较精，至少能研究透有关系。我顺便举一个例子，他们都知道，我去到那个不管到哪开会，我都背个大包了。他们不知道到那个政府开会，我作为财政局，那个局长的时候，我要听7、8个副市长的领导，每个分管不一样，我要背一大兜子，一去就1天。这位副市长，这位副市长我都要准备。就像你说的，他们开会，他们要研究什么，那我应该提什么建议，怎么执行，都是这样。然后后来他们有个人开玩笑说开会愿意听李传良讲一讲，这小子哪行他怎么都有点自己的见解，那哪是啊？我不懂，我得学，我整错了，我得怎么负责任呢？所以说到这，是不是说多了？我就是感觉的得学习，得研究，
不懂也不怕啊，这个不懂就找老师去问。对，还有一个叫王胜贤老师，你看想这个名，这老人家，一个行政干教财务的。后来我请教他，他就怎么说？他也忙活，身体有病。他们有人给我告诉你别再找他了。你提有些问题，老人家说的不愿意答了，你太较真问问题了。所以我多说一些，我想真实的说，就是这说到学习了，我很感兴趣，而且我也愿意讲，这我自身就这么做的。那我还是有好奇啊，因为实话说，现在就是中共党员或者中共的领导这词儿，你在不同的语境下不一定是个好词儿。尤其现在一说起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在这个体制里，你光有才干没用的。所以现在也回头看，你一路从一个普通科员，你也没有家庭的支持，也不是说所谓的官二代哈，但是你从科员最后到副市长，这中间有什么人帮过你们，或者在某一些点上你觉得不行，我得巴结领导，我光业务好不行，就是这个官场的文化或者这种上升的渠道，你给我讲讲。因为我没干过，所以我必须要听你讲。需要说实话，对，有人帮助，肯定有人帮助，想不想当官也想，说找没找人，你说你明晃晃、明显显说怎么？我不知道这个找人的含义是什么啊？很多人说这东西就是送礼呗，就送礼啊，送礼送钱，这个得说实话，我可以说出帮助过我的人，那就看事实就知道我送没送礼、送什么钱了啊。我先不说这个，因为说大家说你没送礼没送钱，他也不信。你说送礼送钱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你为什么就上来呢？所以又刚才说到，我本来呢太遥远的科长这经历了，那我为什么上来？我自己认为我得说一下。你看，咱按这几个级别说吧，就这么几个小级别。副科长我说完了，到科长，那科长到副局长。这个如果真正知道鸡西点那些老人呢，你给我讲讲，正好再讲讲鸡西，就是在鸡西做财政局的科长和局长，你必须要实现做什么，你才能干得好这个。好，那我就这两个问题一起讲。你刚才问到我是怎么上来的，那我认为呢，它跟工作有关系，那我就工作一并讲一讲。好，你尤其给我们讲一讲，因为鸡西其实我们知道不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市，那么当时你做财政局，你是最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的。那么在这个岗位上，你要实现什么，然后你做什么做得好了，领导才觉得这个人要提拔。你把这个给我讲讲好吗？我想要这个问题讲呢，我个人再补充，我可以补3点。一个是你刚才问到我个人这个成长、这个提拔这些事情还有呢跟着这些经济状态，还有事实上我现在有时候看的这个鸡西的发展，乃至黑龙江的经济发展，我不能说我懂，但我至少知道原来，这有时候很心痛。你给我讲讲。那么我就说这个。那我就说这个，我有时候记不住说这个过程。你像这个，实际科级到各地方党政机关在省一级差，第4一级科级干部到副处级就比较难了我得说，我当了科长，我实话说，没想过我还能当副处长。我当科长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那几天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当时很高兴，我说我当科长了，哎呀，我说这一辈子我们就行了，我家里行了，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矿，哪有当科？我记得那个，我听我老爸那个搁煤矿，他那个做辅助工归总务科管，我就说总务科长那就是最大的官了，我这当就这么想，说往副处，我想解释，大家可能都有我这个同学没想过，就是不是没想当，是想我不可能当。就没想过说怎么去奔，谁知道呢？也没有那个想法，说怎么现在这些还是那时候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说想各种办法钻营投机，没有这个，就得说真实想法。那么怎么来个副处级呢？我工业财务科长跟财政工作有关系，财政分为呢
工业呀，管收入管支出，抓收入抓支出。工业财务是财政嘛，收入量支出，以收定支。收入抓不好，哪来支出啊？所以这个时期，我是工业财务科，收入从哪来？主要从企业来啊。财政的收入啊，来自于税收，税收来自于企业，而那个时期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科学管理做不好、做不到，肯定经济不会好。最后受伤害的是支出受益者，支出受益者谁？教师啊，老百姓啊，支出平均分配嘛，做不到。所以我解释这段过程，我工业才跟所有企业打交道。当时我对鸡西的企业，哎呀，几乎了解的太透了。鸡西的行业啊，冶金、机械、电子、地煤、轻工、二轻、纺织、化工、建材、手工业各方面。这10几大行业啊，每年贡献的税收啊，从3000多万、7000多万、9000多万，1个多亿，我每户企业我都统计很细。到企业搞经济核算，就做那个东北叫棉物了，就棉胶鞋。你说那企业经营到什么账啊？每双鞋就挣一个鞋带钱，一个五眼，就这叫五眼针，那个鞋带那个眼儿。就挣那么几根钱，大量的劳动力在做啊，我们都跟他核算怎么避免跑冒滴漏。我解释这一段就是你得研究工业经济，企业可能正因我这么研究完，领导建议企业管理，就这么做下去了。我啰嗦这么多什么意思呢？那跟这个职务正好有个巧合，我这个工业财务科。财政局这个搞企业财务管理的，它对应的那各个部门都有啊。你像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委员会、那是叫计划委员会，现在发改委啊，还有什么科技委员会，现在什么招商局，这些它有分类。你看，就是为了为企业服务、招商引资，这个聚水、聚财、聚收入的啊，是这么一个点。说而很远有个大的国有企业，叫鸡西钢铁公司，上万人，这国有企业你知道机制啊就很困难了，那都是这个状态嘛。当时的鸡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王锡和，那也是受命于危难之时，给他挂了个市长助理兼经贸委主任，那是在市里头，那是经委主任，那还是懂经济，那是一把手啊。但是上一个企业当老总，那也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就问我，因为我们工作总接触，他可能知道我了解财务，他说川良，我是需要一个总会计师提拔副处。他说这个企业我得好好管理管理，省委市委把我认了去了。他说我想大干一场，这个企业得让它翻身。我呢是大脑吧，对这个概念我那知道，我说不适合从政，现在也证明确实不适合。我就从感激，这不是伯乐吗？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哎呀，感谢感谢啊，他对我认可。我就没去想这个事情，我就以为他认可。他说那你明确同意吗？问我，我说那我再想一想。完了又给我打个电话，他提副处，你上这来，你还提子啊，你就看出来这个他主动找我。哎呀，当时我就犹豫了一下，就好像更多是爱面子。我对这个官的印象我不太清。我2年我就回家就跟我老爸老妈说，哎，我说我能提副处，他们要提拔我，有一个领导说，但到企业了，我说我这不知道该去不该去啊，就是有点好像这边工作还没离开这环，没离开还很多事情要干呢，就大脑稍微有点，你总得回复人一下。完了，我父母可能一了解矿山问说，哎呀，我小名叫大柱子，大柱子不能去啊，那开不出支啊。就说这么一个，完我实打实就跟那个王锡和说了，哎呀，我说听说这开支都困难，没事吧？王锡和人的这个人就站位高，他说我知道这困难，你从公务员来的，你又从科长来，我跟市里谈，
你别在企业开支，我让财政局给你继续开支。我说那能吗？他说能。这就是为了挽救这个企业，发展企业，这也是当时的党委的决策。你来的人，你不能不开支啊，是不是？哎，我说那也行啊。就在这个犹犹豫豫当中，可能我这才知道，人领导就要挑将，就马上到位了。可能我答复他以后，我也不懂这程序，人领导那是层面，当天下午就定了。定完，我印象最深，我们老局长很信任我的，哎呀，把我叫去了，我看那就是很难受的。说听说你同意上钢铁公司，去什么地方啊？用那个我们东北话说鸟不拉屎的地方，他那意思就是有点什么。他说你在这里头，我将来要培养你当副局长的，你这个业务，你上那去啊？他说你同意了。我说你看我如实说，我说王锡和相信我，我说我也没想这么快呀，我现在再跟你商量商量。哎呀，他说这我跟也组织谈了，我经着我组织说了，你财政局长，我让你财政局长去当，你也去当，我们这个企业养1万人呢。我说这么多，就这么个原因，我就当总会计师。所以说到这个副处级，我说很难的一个格，我就这么越到了。说实话，到那以后条件很艰苦，离家很远啊，那个都大家挤在一台车。我记得那些副总，我们相当于他领导班，那么就公司的我总会计师嘛，我们挤一台通勤车。我印象最深，没有牌照的车，企业很困难，天天挤的上下班啊，就这个状态。但是挺好，去了以后也没想别的，去了以后一看。班的领导开会研究事情，就跟原来科长多，那处级干部就10来个人呐，也挺好。给我的像我研究企业财务制度、会计制度、整章建制，我就天天我也不懂啊，这钢铁企业我就下去走一圈，这才知道这个整个企业这个煤焦化、铁钢材这个产业链成本。我记得印象最深，当时那个王锡和人确实好。后来他得癌症也去世了，他当就跟我说，我记得我干了3个多月的时候，哎呀，他说传达点委屈你了啊，他说那样咱们好好干1年，他说我跟你说个实话，你们老局长跟我急眼了，说他年龄大也快退休了，你搁这认真干1年，你把给我整章建制完了，我找市委去谈，让你再回去。我这挺讲的，我说不行啊，我说我来，你困难时期你让我来了，我怎么能回去呢？我说我还继续干，没事啊，我自己也说个话，我说咱干3年啊，我说挺好。那个钢铁公司的人呢，朴实啊，一线工人。我这个期间，我老父亲心梗突然就去世了，我印象很深呐。我们的东北非常冷啊，好像是10月份、11月份的，那个钢铁公司那些工人来，我又不认识啊，就拿那焦炭，自己做那个大废铁桶，烧成炭，搁外大家烤火啊。你看东北人去世也没地方放，就搁我们都平房矿3个，我那意思我家矿就搁院子里放的。所以这一段对我的，应该说对我的经历很大。我当时就感觉我作为鸡缸人很荣幸。这工人那么朴实，那么热情，这个公司经理之间也是，到食堂吃饭都很简单。就那时候就知道了，我应该原来呢，毕竟到企业工业财务科都是接触那些管理人员，这我接触一线工人了啊，因为我得熟悉工艺啊，看他炼钢的状态。哎呀，反正我那个时候，而且后来我一直钢铁公司有什么小问题我都去，我一直说我拿我做鸡缸人很荣幸，所以就这么一段。但这个王锡和人很好，大概1年半，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不可能让我知道。后来就很突然就派我回去财政局当副局长，因为级别就副处级的嘛。回去很好，我就是还是分工，就是管工业财务，因为我太熟悉了，又来抓经济，所以副局长就这么一段。那我把这个经济状态也就说到了。那么副局长抓还是工业企业财务，就都是跟这些企业有关系的，这个很重要。跟我后来辞职经商，
我了解企业，甚至我也知道商机，啊，我知道干企业应该怎么干，你怎么去付出，怎么去做。所以副局长就这么一段。正好要问你的，因为都知道两个问题哈，一个是中国的东北就是重工业，所以您是最对口的。你现在回头看一下中国的这个东北的重工业经济为什么搞不好？因为你说你去搞经济的，你觉得在你上任，在你的在任的期间，你搞成了什么事儿吗？你那个时候要克服什么？为什么搞不好？我答这个问题就行了。因为都得说综合原因很多，你说单一个很多，但最重要的，我说过体制一改天地宽，这是很重要一点。如果是纯国有企业，这个机制的决定一定得是能人辛苦的人，就你确实在一线得干活啊。像王锡和老总也是后来得癌症去世的，我们都不行，我们都去看，很心疼他。他就扎在一线，首先搞企业得懂。我说这俩什么意思呢？就国有企业如果不懂，到企业当官做老爷，企业肯定是完蛋。那你啥的意思？就是说东北那些现在在上面，当时在上面的那些企业老总都不懂？不是，我刚说这因素，这是我说综合这其一。最主要东北的企业到这样，最大的机制，我刚才实际上说的第一点是这个，我说的体制一改天地宽，机制和体制的问题。我举一个例说明，钢铁公司经过这3年，叫开支开了，纳税开始交了，由亏那大量亏损，一年交1000多万了，养1万多人开支，挺好吧，很好。但是怎么证明它更好？后来国有企业改制改革，彻底改为民营了啊！后来我们这人都陆续都这特殊的时期嘛，后来改回民营以后，纳税纳多些呀，一年交1个亿了。我这数据说明啊，1万多人还上岗，说明什么？我说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那这么多年振兴，这里啊。我现在不好说，因为我知道一些情况，就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定要就是改革，但是改革不到位，而且要有内部信息了解，这些改革被停止了。怎么不到位？怎么被停止了？这国进民退多明显呐！为什么呢？甚至有人说，东北的改革，包括黑龙江。就不应该退出国有，国有就不应该这么大面的改革。你现在看看，就是近年来哪还有谈改革开放？尤其看很多国有还在改制吗？咱不说改制当中问题，那各项问题哪都会有。所以你问我这个经济真正原因，我说体制一改天地宽，主要是机制和体制。当然呢，还有多种因素，你市场再不好。机制要好，它转型也快，但会适应市场。所以你问到经济，我明显的概括就这样：纯国有企业得懂。那个时候懂不懂？我因为大部分是懂。你说当时的企业干部是懂的大部分是懂，但是呢，大气候得需要改机制、改体制，因为不改内部的决策、内部的，尤其推入市场。这个不是几句话，就是说我还说的笼统一些了。市场经济一旦自改，这个决策很快，领导一个人说的算。你那个国有机制什么的，你再有能力，你有些东西都得层层请示、层层批。就一个工资，你给谁加班工资，那都得劳动局批呀。你涨3块钱都劳动局，他能做下去吗？你束手束脚不行啊！这种东西。真正市场去调节它就好了啊，它不是那个状态。哎呀，还有这人呢，都当过铁饭碗养人，你人不能上能下，不能进能出，所有这不都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吗？所以我认为最主要，包括现在我也说，最主要是机制和体制。市场再不好，大家咬牙挺着呗啊，但是你机制不好是挺不住的。你像现在。中国为啥发展这么快？你不还是进入全球贸易 WTO？ 如果没有全球贸易，中国哪能是这样啊？
一会儿你刚让我介绍财政，我可以继续再讲。那财政经济的发展是晴雨表，我看得太清晰了。所以刚才你说的，您继续讲，就是这个财政这块，你看的，因为你肯定看的一手资料的，就是比如特别简单的，就是东北的工人挣多少钱，是你们每个月其实收进来多少钱，政府的支出都在哪儿，这些您是看得最明白的，你讲。对，现在数据因为不太准的，当时就行啊，凡是大致吧，实际东北的工资都低，现在也是低，低保也低，低保。就最低享受低保的，原来最早几十块钱儿，现在我也没精力去查，100多块钱儿，现在能几百块钱儿啊？我感觉的都很低。那大家都怎么活呀？那也没有办法啊，那他只能是这样啊。现在实际大部分现在还不在这呢，他收入是1块啊，收入就这么个状态了。后来还算给了一些政策，有一些人像退休啊，能给一些能找到一些身份的，大部分后来能给到700、800啊，就这样了，能涨到1000多的，再没有啊，反正这个他就这么个状态呗啊。但是那个实际其他更危险的是这个，养老保险不足，严重不足。以薪养老很明显，以薪养老还不够。以薪就现在年轻交的保险给老的医疗保险都不足啊，你很多现在地方开支都不行了，这不大气候造成的吗？说到这呢，就说到我局长这个节点也很有意思啊。我这时候就是这刚才说的一会儿讲到学习的过程了，我有这些职称。很有意思，就因为我这些职称啊，我直到当时找我谈话时，后来我就调到这个省里有个担保公司当老总啊，包括上面要我，他说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有注册会计师、审计师这么多证，这么多证不用审查，把证原件交来就行。后来呢，就这一段我为什么离开了？一是相当又提正处了。但我不是奔这个，最主要的，随着我这个职位的上升，我这性格不从政就发现了。当副局长的时候呢，接触不明显，纯从业务，就有点，说实话吧，就看不惯那个，因为老局长退休了啊，那看不惯新的局长，我说也无妨，那得说真实话呀，就是，怎么说，过于的这种应付投机，反正我这个人吧，就是不适合从政。你给我讲讲，你给我讲讲，因为你肯定某些点上的啊，因为你到最后，我们都知道，你到最后是你自己说的，你是裸辞，从副市长的这个角色上辞下来。但是，好多人，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好多人就评价说，你干嘛到最后才辞？你也就毕竟你在这个体制里当了20多年。哎，要是说呢？那我副局长这一段实际相当于半辞了啊！什么叫半辞？我公务员工资就已经断了这么2、3年了。我记得应该是2000年，我当副局长这才几年，2、3年，后来就换局长了。所以这个人吧，有人说我不适合共事，也不是，就是过于的倔强。我这个性格啊。包括这个后来到现在这一步跟别人不一样，你说副局长多好啊，那别人看都很向往，那就刚才说了更向往了啊。但是看的很多，那本来那就是有很多人看的都是权力，我不能说不看的权利，我确实说权利在哪，他给了我，那你让我签字，那是我签字权，但我就不知道我权利是在哪。那说细点，别人说又说大话了，就说。你行使权利，你会行使，或者你用你的权做些什么事情，这才叫权利。我好像也没有机会做，也没做什么，但是看到很多事情，我认为我的思路是对的呀。你说对企业的有些那些计划经济还有点浓，对企业的支持，谁贡献大，谁贡献小，怎么去做企业的经济，就看着领导这个决策不是按照这个决策，后来发现啊，很多都领导受益。哎，这东西可怎么做？看不惯吧？看不惯我这人的缺陷就愿意，还愿意说，还愿意有时候还愿意顶，这实际是他们说大忌
啊，这都很多人反正你可能不熟的了解都知道。那就有人总被批评，总被边缘化，就总有那种怀才不遇，哎，就感觉还干啥呢？不留恋。实际这个不留恋，我要有很多跟我同感的人会想，不留恋，那就是没留恋那个权利。那不留恋权利，那我就自己想，如果想利用那个权利，那我当条狗，我得留恋那个权利，我就没想利用那个权利，或者我没利用那个权利能给我带来什么大富大贵。我正想问你呢，你这个权利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很具体的好处吗？生活上的，有人给你送礼吗？受尊敬，受尊敬肯定有。我说实话，那时候呢，我那个时期呢，你像逢年过节送点菜，送点肉，送礼品的更多，这个很有意思啊。什么样的礼啊？什么礼？送衣服的，送鞋的，逢年过节送个票，那票我印象最深，有100，有200的，有买点菜，买点什么的，很多人这都说这就是啊，这是给你的，这意思，哎，你说就是给你的福利吧，就这么说。送衣服，一件衣服送什么样的衣服？送貂？哎，那就是拿送西服都没有，一件衬衫，一件 T 恤，那就有点像什么呗？这感谢你，礼尚往来，肯定有。我有很多，甚至他不是这样，他手的有时候大面积的给你一个颗石头给你送，给你一个部门。有时候企业，那你知道那像很多企业过年发福利发奖励啊，就给你带一些油盐酱醋都有啊，这些都有。应该说，我印象当中，你要说送钱，哦，肯定有啊。我先说啊，我最早我是有300、500、1800的，那时候有点淡化，一大额的我很谨慎，不是我谨慎，我害怕这个东西，我害怕什么？他求我那个事儿我办不了，那办不了这就烫手啊！我得说实话，我没有那个权利。他求你干嘛？比如说，那肯定是想，他们有些企业的或者有什么项目啊。或者企业还有财务，我们那些财务叫管理嘛。你像审计查，他们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办不了，先别想问题。后来这个状态，我后还会有。我跟你说实话，有的就想退，有个特殊例的退不回去。送多少钱你退不回去？我记得应该是记不太准了，至少是1万吧，上万就大了。装在什么容器里？啊，那一般的有的就拿信封拿给你了。我为他说这个过程呢，后来我就退不回去，为什么？因为没有很多个人，他有的很单位得罪人。他们说，如果你要退回去以后啊，可能比你大的都收了，比你小的也收了。但我不想攻击别人，可能啊。但是如果你这么退回去呢，你就把他得罪了。我也不想得罪一个人呢，他也是好意啊。后来他们给我出租，他说你就把他交工，你别写人名啊。他呢还挺高兴，你呢心里你也坦然。我说那人家这个钱交工呢，这他妈有点，我也没得到，他也没得到，这成什么呢？但后来这个呢，我希望反正也没人去做了，什么财政局的那得交个纪检嘛。纪检审计部门市里的帮我交很多，他们告诉我不要写人名，确实有。累计交了多少钱？这么问也没统计过他，每年都交，最少则也得几万人民币，最少的，多的得几十万。说一句，您有其他兄弟姐妹，还有您，比如说您夫人的家里那边的亲戚呢？他们有没有也跟着你一起找好处呢？送不给你，送给他们家里人呗。那我现在想想，至少现在他编制我的罪名里没有，那就应该没有，我也不知道啊。您夫人做什么的？当时他原来也是在一个企业做，后来就找了一个事业单位。后来一会儿我要讲我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估计我这个经历呢太少了啊，我太困难了
刚才我也没有机会说到这，所以说后来我就让夫人做了一些小买卖。哎，那买卖到啥情况？100块钱100块钱的挣，有时候丢了100块钱回家都哭啊。你说太困难是你们经济上太困难了？对呀。啥时候的事儿？在我当科长那一段都很困难，因为工资比较低，支出比较多。为啥支出多呢？那现在我讲一段这个。好。这个别人可能都不信，我开30多块钱，因为家里头我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父亲残废，那个在煤矿啊。你母亲做什么呢？我母亲一辈子没上班，她有肺病很重。家里后来到我那个时期，80年代那生活成本就都高了。我家一直是平房，我老家平房都是我参加工作我自己。为啥我现在腰都有病呢？我们自己盖的。我老妈的平房，我老妈到现在才是给个政府回迁房。那我后来开发，我给我老妈给房那是后来了啊。就说我最困难的时期，这得说到你为什么做买卖，这我一定要明确说。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组织主动说，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跟他们在沟通。我苦口良心在写信，他们反映你扣谁的不对，怎么回事，谁错了，我没停在给他们写，他没人，我都给组织，我还算讲究，我没发声，我正常在反应。他这么做为啥我激烈呢？那先不说这一段了，那一段就挣这么点钱的时候呢，你像同学结婚都那个时期随礼，至少随10块钱。我说我这就做买卖的由来，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我就真身这么做来的啊。说到这个话题，他俩都有联系啊。每月你要每人就随10块钱，我38块钱，因为我随3个同学的结婚，我就剩8块钱了。当时我上班，我就坚定一条原则：家里困难，我还有弟弟妹妹，不能管家要任何钱，我只能往家去拿钱，咬牙。最困难的2件事儿，一件事别人不知道，我在财政局工作了，多好的地方，我有2顿饭没吃上。这跟谁说你净编故事撒谎呢？为什么没吃上？兜里没钱了。那没钱管谁借都借不了，张不开这个口，又不好意思。就是钱呢，因为水里都水没了，兜确实没钱，不跟管家要。我印象最深，我们那个东北吃冷面，冷面一碗便宜1.5块才，到那刚点冷面，一掏兜里没钱。没钱怎么办？那你已经到那了，你不能要啊。回去吧嗒嘴想想，这么地吧，不吃了。我印象最深是政府有个食堂，政府食堂是在每年正月15之前，他这个官方食堂这15天不开。我手里还有几张饭票，政府食堂便宜几毛钱，我有点饭票，但他不开，我只能上饭店去吃冷面去。那没有办法，没有钱了，那回来吧，这就不好意思借呀。我记得是一个周末星期天，中午这顿也吃不了，晚上这顿就别出去了，他吃不上了。这别人谁相信呢？为啥我举这一段例子呢？说明就是从这个刚才说就矿中的孩子，我自己悟呢，一定得实，你得能吃苦。反正我就这么吃过了。还有一个后来怎么办？马上第二天他讲国内吧，你可能没听说叫国库券，我知道，就每年开支啊，我知道，那38块钱得扣你10块钱国库券，是你没拿那么多钱。我手里有国库券，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我们那个市医院有就是倒卖国库券的。国库券如果我到期兑现10块钱给点利息，没到期8块钱卖给他。我拿着手里好像有个，我记得有个110块钱的国库券去卖了。我印象最深，当时卖了88块钱，还卖挺高，那可能100多块钱吧。哎，这就有钱了。我举这2个例子，哎呀，当时就感觉了，哎呀，将来得做点什么。但这是想太远了，不知道做啥。这又说到了，后来很多人说你给钱，那你这不装吗？你没钱给钱你还不要，那给钱是就我心中就那么想的。你办不了成那个事儿不能要。第二，这个钱烫手，害怕，那肯定是毛病嘛。你明着这受贿嘛，所以是这么个心理。
后来我就想，实际这个你看我后来我是83年参加工作，88年结婚，这5年啊，这5年咱也没想做啊。我跟我爱人一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结婚那时候我们88年结婚，那得讲几大件了，有冰箱有首饰，这可以这都是公开可以问到的，有冰箱有首饰什么几大件，我什么都没有，冰箱没有。当时我记得水里我老妈就拿出了好像800块钱不多些，就跟我爱人说以后给你买。我爱人家也很朴实，也是个朴实工人家的啊，他家7、8个孩子也最小，他们也可能认可我这个人，也就认了。很困难啊，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再说一点，我没有房子住，我们俩住办公室，我们12个人，那个大桌子3个办公桌并一起，我把那个床铺被88年呢，我把被卷到那个那个书柜里头。因为大家不影响上班以后，我卷书柜下边就铺哈。我说这几点，我结婚以后，我爱人知道以后，他就说：“哎呀，不行，干个小饭馆，他同学都干饭，干点啥呀？”所以你说利用职务用不上。后来我们第一个我爱人干的什么？干个小配件商店，是原因什么呢？那个我那个有6个大舅哥，那个6大舅哥他们会修车，还有我们的连条都会。说他开配件商店，你看出租车配件啊，很挣钱。说开这个吧，完了，那父母这点资本咱也能凑到了。大家说也开不多钱，那配件商店好像几万块钱就开了。哎呀，我们都业余时间，我爱人就是大家还有我那亲属，就亲属他们去做的。哎，这个配件干就很好，原始就挣了很多钱啊。我也不需要把我都公开，大家去查去吧。我就说这就开始，哎，就知道了。但这个思想对我启发很大。后来很多企业谈事情的时候，这得重要一个节点。我现在说组织还有点太恭维它，我需要社会去监督。后来很多企业给我像你说也送钱的时候，我还说到了推不回去的，我该交工交工。后来我明确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做了，你们想帮我，咱就说啊，怎么帮呢？例如汽车修理厂，你们同等条件，你上别处修车，一定要司机说我比你便宜10%。你说我们利没利用职务？似乎利用了，我不带着职务怎么能认这些人呢？但你说我要利用职务，我并没扛，实际那个如果企业来修车，它是省钱了啊，所以大家我就说你要是想帮助我，这一看这就利益寻租嘛。但是是不是我自己知道，是不是谁去修车的谁知道？我举这个例子啊。哦，我明白了。所以你刚开始跟你那几个大舅哥做的汽修配件，对，而且严格是也不是我做，就你亲戚吧，我也没那个精力，我天哪，就是我爱人。他们在做的没说嘛，就丢一个鸡翅那个配件膀子，那个翅膀呢，就100多块钱，回家就哭啊。我记得每个一开始挣，可能每个月就挣700多块钱，那都高兴完了。就这段过程，这小买卖不重要，这个事奠定我一个信念：咱们困难为什么要做？不是想挣钱，是因为困难得做。那么做了以后才发现了啊。越做就能看到商机去做事情了，再往下做，这就像那个有些律师确实说过，他了解我的，他说过这个话，他说我跟我多年的经验，如果你要是李传良贪了，大贪污大受贿，别说大贪小包小贪了，他说那你这个意思你脑袋就傻吧。他说的对不对？就说我不能因小失大，现在这结果啊。这典型的一看，这就是所谓的我加引号因小失大的结果。说你贪了，你说那你说后来我再说我开发公司，那一个项目就挣6、7千万、3、4千万，那我为什么？那我很怕呀。如果我太看着体制内这种状态了，我先不说它挣与不挣，那我真要是贪了500万、100万，收了300万、200万。那他出事了，把我带出去，我能挣？我认为啊，挣不着钱的人，
或者说没有脑袋挣钱的人，那他不贪，他钱从哪来呀？为啥我这个事情一公布啊，这么些？那你看着你当2个副市长，我理解大家的这些质疑，而一说房子1000多套房子，那房子是我的吗？它不是我。所以那1000多套房子里有多少套是你的？咱就说一个名，没有一户我名，怪不怪？啊，是我没以我名持有。人说了你带持，你啊，对对，我在说，我名下有啊，对不对？实际那些不是，那些是公司的。哪个公司的啊？有很多公司的。那些公司的是谁是所有人呢？啊，咱再详细说呀。一会儿我过会儿再说。要把这个问题我先解释完啊。这是很重要一个节点。为什么经商做企业？对，我也尝到了甜头。所以最重要一点，我自己心就这么想的。你们可以帮助我、支持我，但是不要这么去做，就可以谈了。但有的跟咱没关系的企业，人家也做不上啥。你刚才说到这个帮助你、关心你，其实就是还是因为你在这个局长、你在这市长这个位置上有求于你，但是你不愿意直接收现金，所以就是说我那儿汽修厂，你到那儿修车去吧，还便宜，你省了钱，我们也有收入，是这么谈的吗？这么说可以，是这么谈的吗？这么说可以啊，但是呢，如果直白的说，可能我没误解你啊，直白的说就是我知道你是很真诚的人，我直白，但你这个问法对，很多人肯定会这么问，但我是这么认为这个问题的，首先我不想收他的钱，我又呢好意的呢别让他误解我啊，我这一定说，我不是为了说我挣我的钱而不收你的钱，我可能想啰嗦一下解释，是因为你非要这么去做，那你要你要想感谢我，或想帮助我啊！我先不说什么利益输送，我也做不到这些。很多东西以后你了解，它不是这样的。寻租的人有，我最善证明一个，很多贪污受贿，大部分是寻租，就自己去找，也有被动的。我自己我不会找，因为我做我的项目，我怕这东西，我不会寻租。那么不会寻租，被动的来了怎么办？我就这么婉然的去谈。但是有大部分人是做不到，他没有这个关。后来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有朋友要修车，让你们去吧。”这都是民间的一些事情，就这个状态。但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完全客观的说哈，任何人一听到这个，还是说，还是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还是因为你当了这个官儿，人家才要巴结你，才要求你，所以其实你还是在用你的权利获得好处啊。其实这么说也可以，但是很重要一点，我没违法，我也没犯罪。要是从罪这大量说，我总认为我也不欠是啥都没做，我没在这里头，因为有明显的利益输送嘛。那我认为最大的充其量，我是个违纪，违反这个党的纪律。但是很重要一点。先声明，但看还不是我干的，我解释这么多，是我爱人和是那最后受益我们是一个家的嘛。我举是这个例子啊，但等后期我下海经商，是我看透透的，我敢大胆的干了。我今天说起来，我辞职都10年了啊。他大部分是把后来我这些什么资产企业，他没追究我原来的，所以我是解释过程。是，我也在给你往下捋嘛。因为你在局长这个位置上，所有人都会说，你说你没贪，大家都知道，那个越大的贪官他越不会自己张手的。包括在一个饭桌上，你前呼后拥的，你领导的眼神到了哪儿了，底下的人马上就知道。你在一个盘子上多看一眼，马上那筷子就帮你夹上了，你不用自己做事情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你当时有没有这种，你其实也是在权力场里面，你就再把这个权力场里面这个权力的流动吧，你再讲一讲，就是你真的当时到了局长、到了市长的时候，你每天最关注的是什么？